来，我怀疑俺家这个家传的这个银元是假币。假币？我去了几个回收的地方，别人都看着不对劲儿。哦，你还真别说，你这个是京剧造了耿直，还真不是常见的银元，典型的一样币没。我这看着外边的包浆，那这确实不太舒服。我看着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块银元是俺家20多年了。哦，跟咱家20多年了。但是从来没有拿出来过，也没让别人看过。怎么可能是假币呢？这就得问恁父母20多年前搁哪弄的了，因为这种京剧造的耿直银元啊，在国际并没有发行过，只有纯是极美的样贝而已，而且不存在市面上流通之说。我看你这个银元材质确实是银的，就是外边的包浆比较浮而已。这哪来的？你爸妈没说吗？他们说是别人家传的。90几年当时花了2000多买的，买别人的。一直放到现在当传家宝传给我的。那你说实话，刚开始我也有点受宠若惊的。90几年那时候掏2000多买，确实不便宜了，因为那时候银元才几十块钱一个，庚子如果是真币的话，当时也能卖个几十万，一直传到现在，我保守估计上几百万、上千万还是有的。只可惜你这放了20多年，这我依然看着不太舒服。因为我对银元不懂。刚开始上网一查，800多万。800多万。我交了800块钱的鉴定费，他们还给我出具了一张鉴定书。又要求我去参加拍卖。那我只能说你这800块钱花的有点远，因为银元鉴定啊，从来都不出什么鉴定证书，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凭你入盒，不然不会有人认可那种鉴定证书。后续啊，更不存在参加什么拍卖，那都是唬人的。我折腾了1、2年才知道。花了不少冤枉钱。那是的，2年下来花的钱将近有1万块钱吧。这网上怎么那么多骗局呢？那我只能说你这遇人不淑。网上那些拍卖骗局啊，都是有套路的，他们根本不管你的银元是真是假，价格上使劲给你往上报，以此来博取你的信任，然后看你信以为真之后啊，利用各种理由收取你的各种费用，最后银元肯定给你卖不掉。对啊，卖了2年也没有人买。对，天天月儿还给了俺们钱我一反正拿回来了。去几个地方回收，他们都表示不对。那基本上像我们回收银元啊，大部分都是那种常见的币种，像什么袁大头、孙小头、传阳、战人之类的，偶尔有那种龙阳的话，也都是常见的各种生龙，龙阳3000克。但是老百姓家里边啊，虽说币面包浆都不一样，但是整体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无论是浆彩还是罐装，和你拿来的这个包浆明显区别很大。你看样币它不常见，包浆区别很大。仅凭这2点啊，这个回收店所有人啊都会仔细看几眼。样币一般都是未流通的状态，和你这个比较接近，币面确实是未流通的品相，但是整体压力显得明显不够。尤其是刚才你看它这个龙鳞，软弱无力，看边齿，你这也不能细看。一般我们看真假，这个边齿啊是主要的参考标准，所以仅凭这2点，我就直接断定你这个银元就是，真银假币而已。不可能是假币吧？90几年那时候怎么会有假币呢？再说在我家里都放20多年了。怎么说也算古董了吧？咱说句不好听的啊，像这种银元，你即使再放20多年，也不可能是古董，因为近些年造了假。你像90几年的时候造假才刚刚开始，当时的袁大头几十块钱一个，照这种大针能卖2000多，已经是利益最大化了。我还是有点不服气被俺爸妈放了那么多年的银元，怎么可能是假币？我多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接受不了，那我也改变不了事实。民国那时候造假也有很多，有的用的都不是银子，人家对吧，也是放了几十年，到头来分文不值。但是有些人自欺欺人的认为啊，是样币是试铸币，连自己都骗。他们不知道，根本都没人要，你再放几十年还是没人要。但是好歹你这个是银的，好歹能值个100-200块钱了。100-200还是算了吧。不够干啥来了。对，还是谢谢你啊，老板。没事，给拿回去吧，拿回去。好，走。我今天给俺孩子收拾房间来我看到过年小孩的姥爷给了压岁钱银元啊，我这是越看越生气。现在银元可不便宜啊，给孩子当压岁钱可比给现金强多了。来，我看啥来。你要说是那种大银元确实喜欢人但是他给这块银元太小了我看着还没我指甲盖大了。你这种是银号，5年2交了，银元要比这个大多了。不过你这个状态好啊，算是满发丝了，而且入了皮盒还带粉儿。我可不管它带不带粉儿我要的是价钱这么大一点银子你说能值多少钱？还不如给200块钱呢。200块钱也就是够一个皮盒的平底费吧。你可不要看它小啊，就认为它不值钱，因为你这个2角入的是皮盒，不只是有粉，
关键是状态好。你看，第一个它的发丝比较精密，第二个笔面还带彩，给孩子打压岁钱留着玩呗。这有啥可留的呀？我都不知道也就算了。我知道了，越看越生气。逢年过节我都是给他买几十块钱的营养羊肉。逢年过节只买几十块钱的羊肉，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大概可能也就1斤多的样子吧。你这买这点东西还好意思说吗？你买个羊筒子还只当了炫耀一下。你不知道啊，小孩他姥爷有钱呐。他们买的东西都吃不完。有时候啊，放过期了，都是我帮他俩消化的。哎呀，他们有钱是他们嘞，你买多少东西也是你的一番心意。就像这个二脚一样，给孩子当压岁钱完全没啥问题。你不能以大小来论价值高低啊！我这个人还是很较真的，替我儿子打抱不平。他姥爷都那么有钱了，不应该多少给点小东西吗？我觉得你要么不知足，要么就是无中生有，想找事儿。这个往往家里边人生气啊，都是你这种人戳起来的火。我看你这年龄也老大不小了，何必为这一点小事去想不开来？再说了，那老丈人应该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想着压岁钱给个这，留个纪念，不挺好了吗？那完全可以给个大了。拿这么小的东西多寒碜人呢。传出去让别人笑话，还不如给200块钱了。哎呀，你这动不动就说还不如给200块钱呢，只能说明啊，你啥都不懂。这个压岁钱给多少完全随心意。你如果可以去要求的话，那多少就有点变味了。其实你这种二脚啊也没啥可讲的，论价值啊，肯定是比你说的那种常见的冤大头贵。你像我们常见的冤大头，通过一个才1000嘛。而这种二脚虽然说是伏笔啊，在过去你看上面写了每5枚当1元，每5个才能换1块冤大头，但是也压不住你这个品相好啊，因为二脚银行啊，它比冤大头小很多，搁平时啊极其不易保存，所以好品相的就少了。而你这个你看入了皮盒，给的是 AU53，首先它这个分数啊含金量比较高，因为皮盒评分比较严嘛。发丝你细看它这个状态确实是满发丝，包浆还可以说是带环彩，而且笔面你看这两面多少带点低光，大概价格我个人认为2000块钱应该差不多。2000？对，我没有听错吧？没听错。就这么点银子能值2000块钱，我咋有点不相信嘞？你不相信就对了，因为你对这些东西不懂。近些年来这个压岁钱啊，有很多人去用手机去发，对吧？钱在手机里边它就是一个数字，长辈拿这个去发压岁钱，孩子能放进来传承下去，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吧。我还是感觉给钱比较实在反正小孩子啥都不懂你直接给我变现吧。哎呀，我看这个变现还是算了，毕竟这是孩子他姥爷给他的压岁钱，你这不吭不哈的给孩子换成钱也不合适，你好歹尊重一下孩子的这个知情权嘛，别因为这个银行闹了不愉快。我感觉啊，你还是给孩子拿回去吧。那行吧，我回去问问我媳妇，她愿意了，再卖。好吧，好。